演员杨紫，可爱又干练的小花。最近热播的《长相思》也让观众再次看到了杨紫的新剧，果然不负众望。每部作品都是用心拍摄，完全没有忽悠观众的意思。作为一名演员，杨紫是非常有能力的。每次与演员合作，她都能成为好兄弟，甚至直言借钱就找杨紫，足以说明杨紫的好人缘是有目共睹的。在采访节目中，主持人问张一山，如果他想借钱，谁会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？想也没想，就直接对杨紫说道。牛俊峰和程毅也是如此，在他们心里，杨紫是最慷慨的人。但这只是紫美的冰山一角，她不仅帮助朋友，还善于帮助别人。节目中，杨迪被要求扮演背着老婆的猪八戒，但在场的女嘉宾都不愿意配合。尴尬之际，杨紫抬手站了起来，她跳到了对手的背上，成功地完成了表演。当所有嘉宾都能够谈论自己家庭的幸福时光时，马天宇却被忽略了。原生家庭的痛苦让他几次落泪，但温柔的杨紫不断安慰他，甚至邀请他去家里做客。你看，她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架子，处处为别人着想的正能量女孩，一直用自己的行动去温暖别人。难怪娱乐圈对她的评价如此之高。我在杨紫身上看到的不仅是实力，更是艺术德性。首先开播的是杨紫主演的《长相思》，这部剧实在是太精彩了。今年暑期档，虽然各路明星争相出战，热闹非凡，但整体表现无论是关注度还是口碑评价都不尽如人意。去年令人惊叹的神仙打架也没有重现。莲花坞是一部侦探题材剧，没有特定关系的故事情节，而长相思则是完全相反的，具有复杂而痛苦的情侣线。逍遥温小六是长相思中的女主角，由杨紫饰演。剧中她有4段感情纠葛，男1、男2、男3、男4都喜欢她。近日发布的海报，5位主角身穿婚纱，引起了巨大轰动。从预告片一开始，观众就一直在猜测逍遥的新郎会是谁。开播不到2小时，猫眼就排名第1，成为搜索榜第1，热度突破23000。这也是2023年腾讯视频热度增长最快的古装剧，迅速突破2.3万部。这部古装剧开播前就引起了很高的期待，一开播就迅速登顶人气榜第1，再次印证了杨紫作为90后花旦的一流带剧能力。那么，这部剧到底有什么魅力呢？华丽的质感在图片中展现出来，太神奇了！一口气看完了4集，质感简直太棒了。不用那种累人的滤镜，每一帧画面都过瘾，无论是布景、道具还是环境，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制作团队的用心。剧里有很多花，一开始，小瑶和他的表弟轩轩在开场戏中一起玩耍，从树上摘凤凰花，整棵树开满了红色的花朵，满地都是花瓣，如火焰般耀眼。凤凰花的景色确实很美，还有一幕暖心的场景，小瑶背着表弟轩轩在满山的凤凰花树下行走，这些凤凰花仿佛将整个天空都染红了。母亲去世时，她留下一朵若木花给苍轩，让他将来送给自己最爱的人。母亲选择自杀，与父亲合葬在他的坟墓里。坟前立刻鲜花盛开，若木花的成长非常美丽。清水镇的实景是剧组耗时半年精心打造的，房屋错落有致，屋顶上挂满了花籽。拍摄开始时，这些花朵绽放出绚丽美丽的色彩，周围绿意盎然，让人佩服导演的审美能力。在清水镇，我们欣赏了金黄的油菜花，叶17送给文小六一束鲜红的花。剧组里鲜花那么多，令人难以置信，甚至前卫上布满了花朵图案，檀木也经常被花朵包围，很有创意。同时期的原声带已经成为压倒其他剧的存在。现在的电视剧大多采用后期配音，很少有演员用自己的原声进行配音，基本上都是那几位知名配音演员充当替身。时间长了，难免角色扮演不顺心，有时就像看一幅被一层隔膜包裹的画面，缺乏真实感和代入感。本剧演员均采用原声配音。在饰演温小六这个角色时，杨紫刻意塑造了男性形象，声音也刻意加厚，
因此温小六的声音和行为都呈现出男性特征。杨紫在剧中还演唱了一首歌曲《相思相思》，她的歌声轻柔悠扬，非常动人。张万一、谭健次等演员也对原声表演掌握得非常准确，就连年轻演员也使用了原声。男主角共有3位，各自的特点非常明显，3对情侣的关系给人故事感十足。轩轩的严厉有抹不去的悲伤，还有对逍遥的思念。虽然在前几集中，张万一和温小六饰演的大人互不相识，但当他们站在一起时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命中注定的联系。寻找小瑶多年的轩轩对阿念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将他视为小瑶的替身，为他做美味的食物，同时也想念小瑶，想象着他现在的滋味是什么。当逍遥一转身变成温小六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她其实就是他一直想念的表姐，他为了阿念打了她，所以他们注定不会永远在一起。小时候，他们竭尽全力保护彼此，但长大后，伤害小瑶最深的却是轩轩。叶17一句话概括，正是比赛完美。对小刘的担心，让他陪着他去取药，就算他还没出来，他也会不顾危险的去找他。哪怕面对陈荣俊的敌意，他也毫不在意，只是为了保护他。当他看到小柳被香柳伤害时，他非常生气，立即将他救了出来，并给他治疗。自从小刘救了他之后，他的目光就一直集中在他的身上，洗碗做事等家务都是他主动承担的，尽显老公风范。初次见面时，他是一个又臭又脏的乞丐，可小六伤好了之后，他就变成了一只漂亮的公狐狸，无论是谁看到他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叶17是小六给他起的名字，他笑得很温柔。他还记得小刘对他说的话，希望他永远是叶17，所以他以后改名为涂山烬，一直希望成为小六心中的叶17。当邓伟向杨紫露出温柔的笑容时，真是让人陶醉啊！右上终于展现出了迷人又邪恶的力量。他身着白衣翩翩起舞，白发飘逸，宛如仙子。虽然他很帅，但一开始就罚了小刘20鞭。虽然后来他会爱上小六，但是第一次见面时他给小六的折磨确实太残忍了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揭晓了3对情侣，1对是青梅竹马变成恋人的，还有2对是命运突然降临的。由于各自身份的差异，这对恋人产生了复杂而揪心的纠葛。总的来说，这3对夫妻都是充满故事感的。那么，在这几对中，你最喜欢哪一对呢？02，杨洋的演技确实需要提高。杨洋曾经是第1代4大毒枭之一，4大人贩子分别是吴亦凡、鹿晗、李易峰、杨洋，但现在4大人贩子只剩下杨洋和鹿晗了。房间里只剩下杨洋和鹿晗了，大家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。因为娱乐圈的崩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你永远猜不到一夜之间会倒下多少张牌。杨洋的高颜值是毋庸置疑的，《盗墓笔记》中的张起灵，4大名捕中的无情微微一笑，很倾城中的肖奈，左耳中的徐艺。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的演技还是非常好的，是他的巅峰时刻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粉丝夸奖太多，让他有些沾沾自喜，也不想磨练自己的演技，只顾着自我放纵。还与刘亦菲合作了电影里《三生三世桃花十里》版本。虽然他的夜华比赵又廷的夜华差了一点，但是颜值却完全比赵又廷的夜华好，尤其是这个拉面舞，感觉刘亦菲在看杂技，也正是这个部分让他的演技被诟病。句号。随后又与迪丽热巴合作了《你是我的荣耀》，赵露思的《来试试看世界》，李一桐的《特战荣耀》。这些电视剧口碑不错，但也暴露了他的演技短板。比如，当我要开始演戏的时候，我似乎在告诉观众我要开始演戏了，而只要其他人在演，他就仿佛脱离了自己，完全变成了戏中的角色。尤其是今年的《我的世界烟花》，他的演技受到了观众的批评。当然，剧情也受到诟病，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别扭。一般来说，他不会被选中。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，但我不会。我没看过原著，但我实在不认同电视剧的情节。正如网上所说，王宝钏有接班人了。
作家三毛也说过，爱情如果不落实在穿衣、吃饭、睡觉、数钱这些现实生活中，是不会长久的。其实杨洋的资源还是很好的，每年他都会播出几部作品，至今还没有负面传闻。唯一被人们诟病的就是他的演技。俗话说，凡事都有限度，过度就会酿成灾难。他的演技曾因人间烟火而被人们诟病。有人说，一个好的演员应该活得像一张白纸，这样才能放下自我，迎接每一个角色。这就是无私，把每个角色都演得像自己不是技巧，把每个角色演得不像自己才是技巧。在所有演员中，我之敬佩香港演员梁家辉，他才是真正的演技大师，也被誉为千面影帝。说他是行走的表演教科书也不为过。希望杨洋不要浪费自己的好资源和好颜值，更不要让观众失望。在娱乐圈，你的颜值就是你的颜值，你的演技就是你的名气。只有心里有道理，心里有事，才能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才有能力、有信心去争取。人生的路还很长，我们不怕失败，只怕失败后，我们依然会停留在原地，不懂得反思，无法成长。而如果能够成长，我们也不会成长。不得不害怕短暂的痛苦和劳累，因为这些苦劳和劳累会浇灌出未来的甜蜜和幸福。